這個男人掏出槍對準水下的海豚，連續扣動扳机，海豚們在水中不停躲閃，可悲劇還是發生了。一只海豚不幸中弹，緩緩下沉，同伴游到他身旁，想把他拖上海面換氣。可是男人不斷逼近，同伴嚇壞了，只能先行逃命。受傷的海豚奄奄一息，男人卻毫不心軟，抬手就是一槍。男孩有些不忍心，他雖然不喜歡海豚，但也受不了這樣慘無人道的屠殺。突然一陣叫聲吸引了男孩的注意，他走到另一邊，發现有只幸存的海豚躲在這裡，仿佛在向他求救。可還沒等男孩看仔細，男人就找了過來，惡狠狠地問他有沒有看到海豚在哪。男孩很討厭這個殘忍的釣魚佬，於是騙他說海豚在那邊。他連忙跑回去，讓海豚趕緊滾蛋。看救命恩人這個樣子，海豚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側過身子，噴出水花，想對男孩示好，讓他不要趕自己走。可男孩的態度十分堅決，海豚只能默默離開。等海豚走後，男孩癱坐在船舷上，看起來有些失落。他並不是心狠，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讓他沒心思去管海豚的死活。凌晨4點半，男孩獨自來到站台，等待5點的第一班渡輪。突然，海邊傳來奇怪的聲響。男孩轉過頭，可眼前風平浪靜，什麼也沒有。男孩以為自己聽錯了，於是低下頭繼續排位上分。不料怪聲再次響起，把男孩嚇得不行。他心驚膽戰地起身，決定過去看個究竟。然而等男孩走到近前，卻發現還是什麼也沒有。他惱羞成怒，一腳踢飛可樂罐，轉身就走。突然可樂罐飛了回來，砸得男孩一激靈。男孩被嚇得要死，可越害怕越好奇。他回到水邊，伸長脖子朝水下望去。男孩停下腳步，剛才那東西好像有點眼熟，於是他又回去一看，嗨，原來是只海豚。男孩仔細觀察，發現這只海豚竟然是自己救的那只。看海豚不遠千里找到自己，男孩很高興，不過他可沒工夫跟海豚膩歪，起身就要走。然而海豚卻依依不捨，緊跟着他不肯離開。男孩樂了，這海豚臉皮還挺厚的嘛。於是他蹲下身朝海豚拍起巴掌，沒想到海豚也學他拍了起來。不僅如此，男孩往右扭，海豚便跟着往右；男孩往左，海豚也跟着往左。更神奇的還在後面，男孩拿起游戏机冲海豚按了按，说前进。没想到海豚居然真的向前游過來，男孩大呼厲害，心裡開始覺得海豚其實也挺可愛的。不過時間不等人，渡輪即將靠岸，男孩丟下海豚，一眨眼就跑沒影了。坐上渡輪，男孩的心情十分愉快，為這一刻他已經準備了很久。雖然離家出走的後果很嚴重，但他實在是不想錯過王心凌的演唱會。然而就在男孩得意的時候，叔叔及時趕到，二話不說就把他提回了家。作為離家出走的懲罰，男孩必須修好被暴風雨損壞的碼頭。可就在他埋頭幹活的時候，那只海豚又來了。